就在美日韩大张旗鼓搞峰会之际，日韩之间的历史积怨和诸多分歧，给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仍带来隐忧。特别是尹锡悦政府为化解强征劳工问题而推出的第三方代赔方案，韩国法院仍然拒绝受理相关申请。而在8月15号日本战败日，现在也是韩国光复节的这一天，日本政要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遭到韩国政府谴责。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全州地方法院民事独任第12庭15号表示，韩国官方代理赔偿机构不服韩国法院不予受理劳工赔偿金提存申请，提出的复议申请仍被拒绝受理。韩国政府解决对日索赔矛盾的第三方赔偿方案被法庭叫停。 报道称，法院以韩国民法第496条为据，裁定若当事人表示拒绝，第三方不得代为偿付消灭债务。法院的上述裁定使韩国政府的第三方赔偿方案很可能化为泡影。长期以来，二战强征劳工赔偿等历史问题一直是影响韩日关系的关键因素。 韩国大法院于2018年对鲁日劳工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15名原告胜诉，涉案日起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韩国政府今年3月不顾国内民意，提出第三方代赔方案，引发韩国舆论强烈不满。该方案的核心内容为财团替代涉案日起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和拖欠利息。迄今共有11名原告接受了该方案。 财团7月开始对包括健在的2人在内的4人申请提存，但遭遇各地方法院的不受理。法院的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也是顾及国内的民意。总而言之呢，我想从尹锡悦政府的角度呢，的确是想尽全力呢推动日韩关系的恢复，但是我想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国内的阻力。 韩联社及旗下电视台近期展开的一项韩日关系方向民意调查显示，高达55.4%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要改善两国关系，日方应先就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富有诚意的道歉。而在超过半数的韩国民众看来，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等横亘在韩日间的诸多问题态度不够诚恳，道歉诚意不足。 日本朝日新闻网站15号报道，当天上午，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高市早苗、自民党政调会长鸠生田光一、前环境相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了美化侵略战争、核4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参众两院议员也集体进行参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没有参拜，但通过代理人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在韩国极力的这个改善日韩关系、淡化历史问题的背景下，此举呢也实际上也是在打韩国政府的脸。当然这个里面也反映出来啊，日本政府对于那一段历史，他应该担负的责任丝毫没有任何的改正，没有任何的反省。当天，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了韩方的强烈不满。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和国会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士向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进行参拜，韩国政府深表失望和遗憾。韩国政府敦促负有责任的日方人士正视历史，并用实际行动展现反省诚意。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要涉靖国神社消极动态，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肃交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内部友华之声正在逐步壮大。据共同社报道，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纳金南15号在东京发表街头演说，表示有意实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高层互访。 此前，山口纳金南透露自己将于本月28号至30号访华。共同社指，山口纳金南已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探讨委托山口向中方领导人转交亲笔信。深圳卫视注意到，公民党长期被视为日本政坛的友华力量，山口本人也一直积极推进中日友好。自2009年就任公民党党首以来，已经6次访华。 共同社本月初报道称，山口此行旨在促进改善因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和钓鱼岛问题等而恶化的日中关系。那么中日呢，作为2个大国，这种关系的稳定呢，应该说都是至关重要。应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应该说它的意义呢，早已经超出了双边的这样一个意义，对于地区和国际的，我们说这个稳定、和平与发展，也都是至关的重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
美日韩戴维营领导人会议即将举行，但有观察认为，他们所吹嘘的开启三边合作新时代的会议可能虚大于实。您如何评估？对于美日韩戴维营会晤，以前的调子呢，的确比较高，什么将开启三边合作新时代，什么建立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体系，还有呢，要加强三国国防与技术合作，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等等，俨然呢是一个小北约的架势。但是最近几天呢，这种调子有所降低了。布林肯说要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是有弹性的相互关系。这有弹性呢，就说明三国难以紧密合作。日韩两国呢，干脆是没表态的。那么美国官员呢，还放风说，这个美日韩呢将采取措施强化机体安全，但是呀，要完全实现美日韩三方合作框架形成所谓制度化，仍然呢有一段路要走。这些呢都让人怀疑啊，这个美日韩戴维营会议可能是虚多实少，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这样的判断呢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呢日韩关系向来无常，特别是韩国，基本上呢就是这个左翼政党上台则与日本交恶，右翼政党上台呢则与日本呢稍微改善关系。况且呀，这个日韩的独岛之争呢是无解的。我们刚才呢也讲到，这个日韩在中美之间呢部分的选边站已经让日韩两国都感到麻烦多多，自身的地位下降。那么，要是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军事联盟和制度化的安全体系，不仅呢是直接的对抗朝鲜，而且是枪口一致的针对中国，那么日韩呢就要麻烦大了。这个日韩呢不就更加不安全了吗？其实呀，就是在对待中朝关系上，美日韩三国呢也是各有侧重。美日呢更看重制约中国，企图干预台海事务，而韩国呢更重视朝鲜核岛。尹锡悦呢在台海问题上说了些胡话，但本质上呢仍然是当成中国的内政。那么美日韩之间的矛盾呢，决定了三国建立制度化的联盟体系是不太可能的。三国呢可能搞点军事热线什么的，进行军事合作项目，但是呀，要建立三国军事联盟是不太可能的，雷大雨小。在美日韩即将举行戴维营会议前，日本公民党希望恢复中日首脑会晤，而韩国法院拒绝受理代日赔偿的申请。那么日韩究竟为什么又发生分歧呢？日韩短暂的合作，除了解决几年前的贸易摩擦以外，其他的根本性的冲突呢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呢，现在又逐渐的冒出来了。其中呢，最根本的问题是，日韩啊在中美之间很难选择站队，选边站呢就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我们呢先来看看中日关系，原本挺好的，但是呢，日本紧密地考虑美国对中国进行半导体出口限制，跟随美国涉足台湾问题，中日经济关系就受损，对历史问题的清算呢也会高涨，还包括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你看日本投降日啊，中国网民的呼声就知道侵略战争的历史是抹不掉的。我们再来看日本首相和官员对靖国神社的祭拜，唤起了韩国民众的历史记忆，不仅反对这个韩日军事合作，一些法院呢更是拒绝受理这个代日啊赔偿劳工损失的案件申请，等于呢是抹杀战争历史呀。所以呢，日本国民党提议这个中日首脑会晤，以改善中日关系来缓解日韩冲突。我们接着看中韩关系，原本呢也挺好，受到美日的鼓噪，不仅加入到对华限制半导体的行列，而且呢鼓吹台湾问题是国际化。这下好了，韩国在对日贸易上呢不仅扩大了逆差，而且呢韩国在这个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呢也是直接受损。最麻烦的是搞坏了中韩关系，那么韩国呢在朝鲜半岛冲突上就失去了可以缓和的帮手中国，这个自己呢直接暴露在这个朝鲜的炮火下，对日本不负责任的核废水排放呢也是不敢说一个不字。换句话说呢，日韩两国靠拢美国，发现呢两国经济都受损了，国际地位都下降了，两国间的根本性冲突呢也无解，独岛之争和历史问题呢还摆在那儿，这两国呢都有点心烦意乱，似乎呢在重新的打量这个近邻中国，试探性的放出一些和解的风，寻求与中国稳定关系。但是呢，日韩弥合与中国的关系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要看他们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了。